小兰，你目无君上，你色胆包天，你色鬼，你这是干什么你啊？到底是他大还是朕大呀？当然是他大。纪晓岚为了调查江南的科举舞弊案，特意带着乾隆来到了一处尼姑庵。然而乾隆一见到美女主持，就把正事给忘了。先是和对方谈论字画，被老纪打断后，又非要单独和美女主持品茶论道，这可把纪晓岚气得不轻，怒斥乾隆因为一个姿色不怎么样的尼姑而坏了大事。这我不是给你帮忙了吗？我给你打掩护，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。纪晓岚无奈之下，只好决定独自去寻找地牢。就当他搜寻了许久都毫无发现时，突然察觉到房间内的地板有些不对劲，随后他便不断地敲击着地板。然而这时房外却突然冲进来两个壮汉，两人刚举起大棒子，就被纪晓岚猛然喊停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老纪知道难逃厄运，便让大汉省点力气，直接把他关到下面的地牢内。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失踪多日的赵青竟然也被关在这里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他意外从一位公子哥口中得知科举舞弊的事情。吴大少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哥哥可是进考场了，总督拿了我几十万两银子，哎呀，几十万买个解囊鼓。赵青本想立马将此事告诉纪晓岚，不料却被和珅提前发现。随后他就在一个偏僻的小巷被人劫持了。如今再一次见到纪晓岚，赵青还以为对方是特意来救自己的，激动之下死命的搂住老纪不放手。别放开！与此同时，乾隆也正和美女主持一块感悟人生呢。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茶水里已经被下了药。两人聊了几句后，就相互引为知己。乾隆本想就此拿下美女主持，可是没想到对方却主动勾引自己。施主说我是色呢，还是魔呀？乾隆瞬间被尼姑给搞懵逼了，他实在想不明白对方为何突然性情大变。就当他愣神之际，尼姑又绕到他身前，对着他那张龙脸狠狠来了一口。眼见乾隆已经沉醉在这温柔香之中，美女主持猛然脱下僧帽，露出了他那3000烦恼丝。乾隆见状是目瞪口呆。随后尼姑又继续加强攻势，拉着乾隆的手让他丈量一下自己那博大的胸怀，这让乾隆的血压瞬间飙升到180，心神激荡下突然晕了过去。随后他也被关进了地牢。等他苏醒后，却发现纪晓岚此时正搂着一名美女，而把他一个人撂在桌子上，这让他心里非常的不爽，于是立马怒斥老纪重色轻友。你色鬼，你这是干什么你啊？然而纪晓岚却表示咱俩彼此。你胡说！我没胡说，因为美女主持已经把乾隆刚才的行为全都告诉他了。纪晓岚表示，如果你没有动心，那也不会晕过去。这让乾隆羞愧不已，越想越不痛快的他又询问老纪到底有没有把自己放在心上。到底是他大还是朕大呀？当然是他大。你色胆包天，你居然！为了避免乾隆继续吃醋，纪晓岚只好发动他那铁齿铜牙，告诉乾隆自己早就给你把锅卖了，看到您没什么大碍，才勉强抱着小青青的。可能是两人说话的声音太大，以至于把赵青给惊醒了。他本想和纪晓岚继续谈情说爱，可是却被身后的咳嗽声给打断。纪晓岚于是就要拉着他一起给乾隆磕头请安。行了，免礼吧，别假模假式的了。倒是朕惊了你的梦。哎呀，纪晓岚呐，你倒是不虚江南此行啊！听到乾隆如此说，纪晓岚、赵青立马不乐意了，表示老纪可是正人君子。他是正人君子，我还是正人君子呢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可是啊，见着女人走不动道的，那都是君子。乾隆不想继续当电灯泡，便在四周搜寻着什么，这让纪晓岚非常疑惑。您这走来走去的找什么呢？我找洞呢。我不走来走去的行吗？人家把我关到这儿，感情你倒是不着急啊，怀里抱着美女。老纪告诉乾隆不必着急，因为和珅马上就会来救他们的。只是可惜那个尼姑要去西天取经了。合着你是跟和珅商量好了的？没有，臣没跟何大人商量，只是我一到这儿我就想了，皇上一定也得来，只要皇上一来，我就放心了。皇上稍安勿躁。行，我等着。